这个学校多可怕！一个老师跳楼带着血包，装死都要离开，上了救护车还好心劝实习老师趁没转正你也赶快溜。实习老师小美没懂，接替他上了课，一拿粉笔口香糖沾一手，去拧水龙头清洗，水喷了满脸，拿毛巾擦脸又蹭了一脸黑，气得推门离开，还摸了一手翔。这下落汤鸡小美终于懂了跳楼老师的话，冲进校长办公室，我也不干了。校长不同意，小美就盯上同事小帅，想换班，毕竟小帅的破坏值不比这个班差。他来学校面试，一拳砸掉警报器，吓走其他竞争者，只能录取他。第一天报道，随手就抢同学面包，还边吃边欣赏前面那位老师跳楼自杀。遇到同学调皮堵门，连人带门一脚踹翻，还在牛奶盒里倒啤酒，开会时偷偷喝。小帅本不想换班，却被小美抓住痛脚。这天小美发现打印机里竟然存有自己的毕业证，而刚刚用过打印机的是小帅。他偷偷跑进校长室，果然发现小帅盗用了自己的资料做入职认证。为了堵住小美的嘴，小帅只能跑到校长室主动要求换班，美其名曰校长同意了。可换班第一天，小帅就收到了粘人的下马威。他去柜子里拿点名册，却触动机关，一大包糖浆迎头倒下，黏黏哒哒，一不小心坐上椅子，又被坐垫粘住，拳打脚踹，撕破裤子才拽下。他跑到车上想回家，一启动发动机，鹅毛喷的到处都是，直接粘成鸟人。可小帅毕竟是小帅，第二天他带着一个大包，还盖上布，气势汹汹走进教室。可教室只剩几个人，一问才知道其他人都逃了课，在楼下玩呢。小帅立马打开包，拿出冲锋枪，装上油漆射击器，推开窗户，跳进阳台。他举枪瞄准，一枪一个，一枪一个，一枪又一个，就连300米之外爬上围墙的人也不放过。就这样，学生们带着一身油漆子弹印，全被抓回教室，乖乖坐好不敢动。小帅一边看报纸，一边骂骂咧咧，小姑娘抽抽的哭，他还抬头轻点好。进来借粉笔的小美见状很不高兴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学生？他们可是祖国的花朵呀。小帅转头又把小美骂走，就是花朵也是食人花，你是吃饱撑着了，多管闲事。可这威风没耍够一天，当天晚上小帅就蔫了。这个男人晚上在学校地下挖洞，白天在学校楼上教书，哪天时间紧张，挖完土直接洗把脸就去上课。因为他是个劫匪，赃款被猪队友埋在学校工地，可等他出狱，工地已经盖成体育馆。他靠假装老师接近，想要挖出赃款。教书嘛，只是装样子，学生不爱学习，他就搜集大家爱看的电影，课上轮流放。学生爱逃课，他就带上冲锋枪，不回教室的直接挨枪子儿，把人威胁回来就行。怎么粗暴简单，怎么糊弄。可今天晚上他却蔫了，被房东扫地出门，本想直接睡车里，谁知滑板把车玻璃撞碎，又赶上下大雨，真是南北通透，透心凉。他来小美老师家借宿，小美却提了要求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。第二天，小帅主动去当游泳课助教，应该所有游泳课都这样吧？有人装病不下水，有人假装来例假不下水，还有人反正就是不下水。小帅发威了，直接一脚踢进去，还敢不听话的那就多灌几口水，暴力执教，疗效杠杠的。可小美不乐意了，压着小帅给家长打电话道歉，家长却要小帅接电话，然后说真是谢谢了啊，我家孩子就是欠收拾。好吧，小帅赢了。可小美并不放弃，他又拿出学生的档案，你们班全班满分，别误会啊，是全班成绩加起来满分，必须想办法让大家好好学习。还有看看你们班学生未来心愿都写了啥，这个想要天天领救济金，这个想要当绝命毒师，这个想要当啃老族，小小年纪也太丧了吧。小帅放在了心上，连晚上挖洞都要听教育类广播。想要提高学生成绩，必须调动学生兴趣。挖着玩着，突然砰的一声，小帅被掀翻了。他跑回去一看，是挖到什么东西了。他马上继续挖，挖出一个铁盒，一打开竟然是小美的照片，还有很多信件。原来这是10年前的学生们埋的时间胶囊，写着各自的梦想，而小美的梦想就是回母校当个好老师。显然他做到了，这让小帅想起了曾经的自己，因为被老师诬陷偷东西，遭到同学嘲笑，这才破罐子破摔，丢了毕业证，真的去当了劫匪。没人比他更明白老师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生的命运。他下定决心，绝不能让班里的学生走自己的老路。这下他上课不放电影了，改游戏问答，补充知识点，还组织大家排话剧，通过演戏念台词复习词汇语法。可是吧，毕竟是全班成绩加一起才够100分的全校最差班，想逆袭确实难。
男人准备下车打劫，可3个学生敲响车窗：“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回来上课？”男人苦笑摇头：“坐过牢的人不能当老师，就像被涂鸦过的火车不能再上路。”突然一声气鸣，那趟被他们涂鸦过的火车在铁路上呼啸而过。男人呆住，然后扔掉头套，带着学生大步离开，任犯罪同伴待在当场。几个月前，劫匪小帅混进学校当老师，结果期末学生投票最受欢迎老师是他，最酷炫老师还是他，因为他只用一招就让全校最差的班所有人玩命学习。那是一场课外活动，小帅带学生去见自己的狐朋狗友，让他们亲眼看看他们设想的未来美好生活到底是什么样。有学生想领救济金混吃等死，看看是胖的只能坐着等死；有学生想当绝命毒师，看起来酷，看看是歪嘴斜眼让人想吐；有学生想在家啃老享清福，看看是颓废在床又酸又臭。这下没学生想过这种生活了。小帅又找到几个典型，专项指导：大眼妹，你考到1是因为你太聪明了，这些题的难度没法引起你的兴趣，你得去科学小组。大眼妹自信了，报了科学小组，搞发明创造，结果拿了科研冠军。小白，你话剧演不好，是因为剧本太老土，把剧本改编成自己喜欢的，指定能行。小白相信了，演了荧光造型骂人台词版罗密欧与朱丽叶，结果话剧比赛拿了全市第2。不光如此，小帅还鼓励同行小美带着学生们去给火车涂鸦。虽然遇到警察，火车跑酷比较惊险，但是却让小美和同学打成一片，不再被讨厌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副业，小帅的主业是在学校体育馆下挖洞，找被埋在这儿的钱。他天天挖，终于还是挖到了，整整1书包钱，他发财了。可挖到钱，他却不舍得离开了。谁知这天一个胖妞跳马，直接砸开地面，半截身子掉进小帅挖的洞。小美顺着裂缝爬进去，正好听见小帅一边埋土填洞，一边打电话，这才得知了所有真相。小美气冲冲离开，转头又扇了小帅一巴掌。祸不单行，校长也通知小帅，他的表现出色，通过试用期，可教师超编，得辞退小美。小帅想了想，把职位留给小美，也把所有钱和一封信留给他，自己走了。小美看到了信，又看到小帅用来自我激励的卡片，是他的照片，终于确定了他对自己的爱。小美后悔了，和学生一起寻找小帅，终于通过摄像头发现小帅居然重操旧业，又跑去打劫了。幸好3个学生恰好出现，小帅苦笑着拒绝。坐过牢的人不能当老师，就像被涂鸦过的火车不能再上路。突然一声气鸣，那趟被他们涂鸦过的火车在铁路上呼啸而过。小帅呆住，最终放弃了打劫。学校里几个学生主动替小帅背锅，说体育馆下的洞是他们在挖防空地道。班上所有学生也用严明的考场纪律、漂亮的考试成绩，让校长破格录用小帅。前劫匪小帅改变了一群差生的命运，而这些差生也温暖了他的人生。